还望谢城主看在我们玄天门千年以来抵御暗族之劳，莫要追究玄天门。好。多谢城主。谢城主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我能再见见玄心吗？好。早就跟你讲过了，天气寒凉要多穿件衣服，怎么又忘了？师父，你已经决定了。我与其他人不一样，我并非被暗族附身，也没有受谁胁迫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所有的罪责也是我该担的。师父曾说我无知，但原来我做不到。师父，玄心不想你死。师父相信你能做到，你天生慧根，心境通透。今日之后，你便是玄天门新任门主。你会助谢城主平息混乱，你会率领玄天门的弟子寻找到一条新的护世之路。答应师父，你会做到。玄心会做到。世间情理难断，便须有法度。你莫怪谢城主，也不要怨任何人。这世上我最不忍心骗的，就是你这个傻孩子。那晚给你的法印是真的。当日，正气厅中人人皆有心魔，可未必人人都会入魔。能否克制执念和欲望，能否选择正确的路，终究还是看己身。世间事，并非只有一种答案。所以玄心，去走你的路，去找你自己的答案。师父也只能教你到这儿了。师父，回去吧。最后一程，我想自己走完。
此乃九方玉龙阵，可用来警示灵族行踪。此等多事之秋，多谢南庄主鼎力相助。哎，不必言谢，能用上便好。雪尘和穆姑娘最近好吗？一念尊者离世，消息通传各派，城主刚处理完相关事宜。至于穆玄灵，他倒没有什么事，留在吹雪楼休养。只不过闲言碎语多了些，但城主自己不在意，我也不好说些什么。我先回去复命了，告辞。慢走。如此自在的囚徒，倒是第一次见到。有了靠山，自然不一样。南庄主怎么来了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该回云秀山庄了？也是，你本不参与仙盟纷扰，来此也只是为了帮谢雪尘。如今三影投云已灭，仙盟内奸已抓，朱塔亦有各派守护，谢雪尘也恢复了全盛实力，你是该回去逍遥了。那你呢？我如今是雍雪城的囚徒，自在归自在，但仙盟是不会放我走的。去云秀山庄的提议，真的不考虑了？南庄主，你对我的帮助似乎有些过多了。为什么要为一个普通故人冒如此风险？你不是普通的故人。其实当年明月山庄，我曾想带你走的。若那时带走了你，你就不会遇到谢雪尘，也不会遇到桑弃，亦不会有10年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更不会成为仙盟要诛杀的妖女。穆玄灵，我心有悔。我从未给过你什么，也没有对你多好，你不必如此。你给过？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。
给你讲个秘密吧，想听吗？我会保密的。其实，我三教被毁，并非暗族所为，是我弟弟，是他勾结了邪修，假装暗族将我掳走的。星野，你也是我儿子，但你竟然做出戕害兄长之事，为父别无选择。我是与人合谋，害得他三窍尽毁，废他双腿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不毁了他，你还知道有我这么个儿子吗？混账！你这个混账！我杀了你！是我让星野这么做的。南虚月三窍已毁，已修不了道了。但星野已是金丹，有望法相。你要为了一个废子而毁了山庄仅剩的希望吗？我愿以死抵罪。你要杀，别杀了我吧！滚开！我杀了你！母亲，他为南星夜顶罪，扛下了所有的罪名。直到现在，我都忘不了他临死前的样子。母亲，仿佛在说他很满意，他的儿子可以得到所有，而他只是死了，这已经很值了。我本是愤怒的，因为父亲的偏袒与不公，可在那一刻，我就只剩下羡慕。有个人可以那么爱他，甚至可以为了他欣然赴死，而我这一世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人。可那时我遇到了你，你许诺会给我一点点的喜欢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。那只是我的无心之语。我知道，只是多年后重逢，见到了你对谢雪晨的爱与付出，我才明白，我到底错过了什么。南虚月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喜欢上的是你这个人，还是喜欢你对另一个人的深情与无悔。所以我想我也该走了，试着远离你和他，看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他，走走。你我心虚什么呀？听到了多少？不多。从你说喜欢他那句开始。这是什么表情？不在意，还是憋着火？为何不告诉我？连我自己都没弄清楚，怎么告诉你？还是说我告诉你，我喜欢他喜欢你的感觉？这听起来不诡异吗？
所以我想，我或许该离远些看看。离远些看看之后呢？我认识的谢雪晨，很少追问一件事。你慌了？没有。他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有什么可慌的呀？过几日，我便要回运秀山庄了，到时候你也不必相送。还有，我劝你，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早点绝了我的念想，这样便什么都不会改变了。走了。你聊得怎么样嘛？南虚院那些话，我也是第一次听。你生气了？没生气。啊？那今天还下不下山吗？当然下，为什么不下？还说没生气，平时的谢雪晨可不会这么说话。你要不想去就算了。去，落刀子都去！你就这么带我走下山，众目睽睽的，恐怕不好吧？你不杀我，那位素公主已经很不满意了。如今我被散了魔功，就是个普通的灵族了。这悬崖这么高，看得我倒真有点害怕。不过谢雪晨，我想到了一个避人耳目的好方法。如何？是不是无人看到？下回再这样，我不会借你。哎，我这不是怕你为难吗？城中认识你的人甚多，今晚是属于你和我的时间，我可不想被人打扰。好啦，这样就没有人能认出你了。走吧。你拍谁的手呢？加大难度要不要？看好了，第一把，第二把，刀在人在，双刀齐飞。他骗人的，我也会。你可知在人界砸场子是要挨揍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被揍过啊？真的假的？你真没揍过？哎，来一个！哎，你跟我说说嘛，你修为那么高，谁敢揍你啊？年少旧事罢了，不许提。不提就不提，反正重要的是现在的你。点心，点心，点心，刚出炉的点心，姑娘尝尝。这个，都要。哎，好嘞。这么喜欢吃点心啊？当年在人间，大哥哥带我吃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点心。你出钱对吧？
嗯，仙门山下摆摊算命，倒是有些勇气。你是个修士，不像啊。姑娘，此言差矣。若论这卜算之道，我们凡人未必会输给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。怎么说？他们不过是给修士算命。这修士是寿命几何呀？100年、1000年之久，这么长时间，哪怕是胡说八道，8成也能等到应验的那一天了。而凡人不过活几十年光阴，可远远没有这个耐心。若说的不准，不出1月，保准让人掀了这摊子。有道理啊。就比如传说中的运秀山庄，都说那庄主有通天彻地之能，算尽天下苍生命运。呵呵，这可信吗？这不可信。他若真有如此本事，当年运秀山庄又怎会被灵族报复屠庄？哎，姑娘，想算些什么？姻缘。不知姑娘八字？八字？这可不知道啊。好吧。姑娘，可将这几枚铜钱置于案上，我来为您解卦。姑娘，你正陷在一段复杂的关系中。没错。那在你看来，这段关系可会有什么变化？没救了。啊！哎呀，姑娘啊，你们这段关系已经走到了死路，我看是不成了。俗话说，这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哎，不如您再加几文钱，我给您看看接下来这段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就是胡扯。不用等1月了，我现在就掀了你的摊子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可以解释。我问你，刚才为什么掀人家摊子？我不喜欢他的结论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跟他显然势均力敌啊。散去你的魔功也不见你安分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要让我学会安分呢，只怕1000年还不够呢。所以，你得好好看紧我。喜欢吗？不喜欢。真的？假的。二位吃点什么呀？2碗素面。哎，好嘞，您稍等。谢谢。看你对这家面馆很熟悉，你常来啊？过去常来，只是老板好像换了。2碗素面好嘞。哎，谢谢。
感谢姑娘日前救我老父，这2碗面就算我请你们的了。你父亲？姑娘可还记得几天前在街上帮了一个被小贼偷了钱袋的生病老人？我的钱没了！你该庆幸你在人界，不然你现在已经死了。女侠饶命！滚！谢谢。老爷子，怎么这么大年纪还自己出来买药？家里没人啊？家里有一子啊。不孝子！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常年患病，家里积蓄都花光了。儿子为了给我挣钱买药，日夜不停地开着面摊，我不想让他再奔波，才自己来抓药的。没事了。那位老人是你父亲啊？那就是我爹。我爹回来以后啊，把姑娘相救的事儿都告诉我了，从衣着气质到年纪相貌，他都牢牢记在心中。我替我老爹再次谢谢姑娘。没事。还有我女儿，听得爷爷讲了这事儿啊，说以后也要像姑娘一样做个大侠。小芳，过来。这孩子害羞，他不敢过来见你们。姑娘，您和您这位啊，我相公。哦，您和您相公以后尽管来，到我这儿随便吃面，不收钱。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可不客气了。不用客气，那您2位慢用啊。快吃吧，托你的福，吃了碗不要钱的面。谢雪晨，今夜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他没有那么好，但好像也没有那么差。小芳，快看烟花！上一次我看烟花还是10年前。那个人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的大哥哥。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你确定你真的能分得清我和他？我有一个很简单却很准确的分辨方式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对大哥哥没有色心，但对你有。如途经过万年的雪落，他也一颗双眸光成河。说来仿若前尘曾爱过，若不然怎忍得彼此烟波？苍野满阁凭烛观月。这人间热闹是热闹，但就是睡得早了些。此时于你而言还算早啊。就是有些可惜罢了。可惜什么？旅程结束了，雍雪城的囚徒该回冰牢才是。你不必回去。那我该去哪儿呢？一直待在吹雪楼，又算怎么回事？我让人给你安排住所。其实我待在哪里不重要，我也不在意。重要的是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以什么身份留下的？偷得半日欢喜，
我已经很知足了，但我更希望你能早些回答我，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走了。只因轻笑我，是因地如错，为我依托。你竟如此心思涣散，就连我到了附近也没察觉吗？长老想说什么便直说吧。雪晨，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你莫要骗我。这穆玄灵，你对他很不一般。你看这雍雪城，在夜色里是如此的静谧安宁，可底下有多少暗流涌动？你很清楚。守护雍雪城的百姓是你的责任，将来你还要守护仙盟，守护人族。一个穆玄灵与城主身负之责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应该比我还明白。可从始至终，他都没做错过什么，甚至一直在帮我。长老，天下与一人，当真冲突吗？若不是穆玄灵，而是父亲，是长老你，是雍雪城的其他弟子，亦或是山下百姓，在面临抉择之时，我也应该抛弃你们吗？一人、百人、万人，若同样是无辜，性命的价值该如何衡量？牺牲少者，保全多者，当真就算大义吗？你的道心在动摇。是，我有祸。正道从来沧桑泥泞，见道者必然截绝独行，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道理。自古传下来的道理就一定对吗？请长老放心，我只是有祸罢了，该担的责任一定会担。月生中天，我和宣信约好了一起守住他，我该过去了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这人界还真是奇怪啊，要我循规蹈矩的是你们，现在我照做了，惊讶的也是你们。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好好待着吧。师兄就这么走了，连禁制也不设，未免对我也太放心了吧？还是说你们觉得我魔功散尽，已是个废人，再无威胁可言？你这样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好说，那特意给你们带的。这你们城主出的钱，算不上我贿赂，就当是师妹的一点孝敬吧。谢谢你们前段日子的照顾，收下吧，师兄。这拿归拿，但若你闹事，我们还会上报的。那是自然。走吧。师兄慢走。若真有1000年就好了，可惜他是桑启，又怎会轻易罢手呢？
春生剑这是怎么了？这怎么会？莫非是他来了？师傅，发生什么了吗？都给我待在这儿，哪儿都不许去。是。于剑鞘中震荡，是剑在认主。春生剑自母亲死后便传给了我，平素连师傅都不认，剑主还能有谁？桑琪，果然是你！姐姐的春生剑还是没把你忘了。春生，素凝针，哼，也罢，就让我在取出之前，先教训一下你这个猛妇，也让你知道好歹。哼，桑琪，我要替姐姐报仇，拿命来！不自量力！虽然此时风平浪静，但我总觉得有事要发生。那是因为谢城主的心本就不平静吧？要让心毫无动摇，绝非易事。谢城主不必担心，南庄主阵法无双，再加上你们在已经公开的阵法之上，加设了多个新的阵法，瞒过众人。一旦有灵族潜入，他们必定无所遁形。要杀便杀！你怎么是瘸的？在人间，你玩得很开心吗？你就是这样见师傅的？你还是来了。暗狱10年，你该知道背叛的下场。我在做出决定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好后果了。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好好想清楚，到底是现在随我回暗狱，还是我杀了这里所有的人之后，你再随我回暗狱？嗯？有灵族入阵，为何没有警报？莫玄灵，桑琪，你是南虚月吧？城中的阵法也是你所设的，还不错。我可以不管你做什么，但要把穆玄灵留下。就凭你，恐怕还拦不住我。
你怎么了？开启归离阵法会有些损耗，但还死不了。归离阵法，善终世界可以暂时困住桑琪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时间紧迫，我必须立刻设阵，送你离开永雪城。以桑琪的实力，你困不住他的，别管我了。你魔功散尽，九死一生，被他抓回暗域，即便不死，亦是生不如死。我早就习惯了，这是我的命数，与你无关，不该拖累你。你干什么？放过他，我跟你回暗域。在人界待久了，本事没学多少，却越发变得没出息了。他不是仙盟中人，对你构不成威胁，别杀他。也罢，确实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伤害了你我师徒之间的感情。本尊最讨厌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。师父，别杀他，求你了。想搬救兵是吗？本尊可以帮你。桑琪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别着急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穆玄灵，城主，谢城主，是否桑琪来袭？几位来的正好，桑琪夜袭，绝不能让他入城为祸。我去对付他，助他就劳诸位了，多加小心。素宁真怎么没来？先别管他了，守护朱塔为先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谢雪晨，又见面了。不知阁下夜闯雍雪城，有何贵干？自然是来将我的爱徒接回。那便不能如你所愿了。穆玄灵如今是我雍雪城弟子，哼，想让他改换师门，我可没答应。谢城主，为了布下这个杀阵，我可是费了不少的功夫。现在，你是想同我生死斗呢，还是去救那些悲惨的人族？穆玄灵，等我。
你看到了，他走了，为了他的人间抛下爱，这就是你愿意为之付出性命的情爱？不值得。你不懂我，更不懂他。将死之人，我没必要懂。一人之力扛法剑金丹自爆，即便他伪装的再好，也改变不了他受伤的事实。谢雪晨想赢，就只能拼命。谢雪晨，桑琪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，这魔气沙阵一旦覆压凌雪城，整座城都会毁掉。不知道谢承楚还能不能挡得住？他挡不挡得住我不知道，但你们一定挡不住。你是何人？取珠之人。谢城主，你这么想留下他，莫不是动了真情？但你恐怕还不知道，灵儿接近你，从一开始便是别有用心。世人总说暗族生性歹毒，灵族善于骗人。其实说的倒也不错，灵儿肯定没有跟你说，当初是我准许他将你救出荣渊的吧？你不信吗？你服用的那颗半日芳华，就是我给他的，世间仅此一颗。荣渊又能奈他何？关再久也没有用。师傅，不如试试我的方法。哦，说来听。救下他，跟着他，亲近他，哄他放下戒备，趁机夺取混沌珠，毁掉仙盟。半日芳华拿去，为了那个谢雪晨的命，自己的命不要了？怎么可能？灵族寿命1000年，花花世界，男人万千，我怎么可能为了区一个谢雪晨去死？不过和他玩玩罢了。师傅放心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，夺回混沌珠，杀了谢雪晨。再打下去，你会死的。谁之间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
烈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风如微风雪，复现天下的炽烈，为长生不顾一切。之过，这一场我来唱。一世花开遍。别那么努力，能少受些苦。薛晨，雍雪城的谢家人都有一种偏执的劲头，但在我看来，只不过是一脉相承的狂妄罢了。他不会输的。灵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谢城主看来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谢雪晨，他说的我不会信。情之一字，果然是误人。就连谢城主也沉湎其中，明知刘颖石做不了假，却还在这里自欺欺人。谢晨，谢晨。谢城主，还要打吗？你的伤势很重，再打下去真的会死。因我的灵儿要与我生死斗，值得吗？穆雪灵魔功3阶，与安玉再无关系。他是我雍雪城弟子。
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唯盼桃花渐多，陪你那一天。凝望那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再别无所恋。此生无忧无怨，陪在你身边。够了，谢雪晨，别再过来了。谢雪晨，够了！于轮回之间找寻你的脸，若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，痴情人不必问长路多远。我说够了，你听不懂吗？师父已经告诉你事实了，怎么了？不愿意相信了？实话告诉你，喜欢你的戏码演得够久了，我早就腻了。我堂堂暗域圣女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愿意留在雍雪城，做一个低等的洒扫弟子，任你们呼来喝去？这不是陈雪之语。哼，谢雪晨，你太自以为是。我不过是把你当做大哥哥的替代品，玩玩而已。我本想看看天道之子落入情网的样子，现在一看，却委实有些无趣。不过和普通人一样，为情所困，纠缠不休。你已身负重伤，又怎么会是师父和我的对手？谢雪晨，不杀你，也是看在你护我一命的份上。别再自作多情坏我大事，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。灵儿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我已等了你万年。混沌柱。荒唐！谢城主来的可真快啊！
你没有杀他们，交出混沌珠，我便可饶你一命。谢城主觉得自己可以命令我，你扛下了金丹自爆，又被桑琪重伤，你的灵力还剩几分呢？几分都好，有死无罪。为了想守护的东西，你向来都是不遗余力。可若知道自己守护的是个笑话，不知道你会是什么反应。混沌珠还在珠塔里，只不过你见了，可能要失望。不可能，上古神器即便是笑话，也不可能会死。这难道是假的？为了想守护的东西，你向来都是不遗余力。可若知道自己守护的是个笑话，不知道你会是什么反应。仙盟严防死守的混沌珠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是不是您弄错了？我也很好奇，到底是哪位高人，竟用一颗假珠，将整个仙盟戏耍了这么久？刚刚是我失言，我不该质疑阁主。无妨。线下戏已经演完了，该将易容卸下了。阁主这易容唤形之术，果真精妙。不过，这是我第一次假扮阁主，虽已尽力模仿，但仍恐会被人察觉不对。你已追随我多年，一直是我最信任的使者。先前面对桑琪、谢雪晨，你皆无惧色，怎么今夜反而忧虑？因为今夜本该是我们计划得逞之日，不能出差错。但没想到，这最大的差错，竟是混沌珠本身。我们的大业并不急在一时，只要混沌珠还存在于世，希望就没有破灭。终有一日，我会为你实现你所渴望的那个世界。今夜让你假扮成我，是为了证明我在场。日后若无必要，不会再让你假扮。回去吧，时间久了他们会怀疑。就让这帮仙盟的人帮我们找找，混沌珠到底在哪？我都已经跟你回来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你若是真心愿意回来，为师自然高兴。可你偏偏是为了那个谢雪晨，你以为为师看不出来吗？你对他所说的那些决绝之词，只不过是担心为师会要了他的性命。你既然知道，不如就杀了我。哼，谢雪晨好不容易为你续上了命，就这么轻易不要了？
我告诉你吧，他散了你的魔功，却将玉阙功传给了你。他待你倒真是极好。玉阙功果然玄妙，我就知道7年前这神窍损毁，怎么可能做到修为不降反增？原来玉阙功真的可以重铸神窍。他将玉阙功传给了我，怪不得我的身体日日好转，再也不怕烈日灼烧。可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？他将玉阙功传给了你，你便有了神窍。仙盟法相齐聚雍雪城，一旦被人察觉，仙盟的人一定会置你于死地。他以为他可以瞒过所有人，却骗不了我。你为何会知道？谢雪尘能够屏蔽灵犀对你的控制，却屏蔽不了灵犀对你的感知。无论你在哪里，为师都能够找到你的方位，能够了解你的身体状态。你被散功，被开启神窍，为师比你还要清楚。所以你做这一切，不只是为了得到混沌珠开万仙阵，还为了玉阙功。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修炼魔功虽然能够令我强大，可还远远不够。若是能够开了神窍，我便能突破灵族修行的极限。从此以后，不用再忌惮任何人。这是什么？能够让你忘了痛的药，名为悟心。服下之后，便能断绝情念，爱恨两忘。你虽然还能记得之前见过的人所经历的事，但一回想，心中不会起任何波澜。你所有的爱都是因谢雪尘而起，对师父的恨也是因他而生。你只要忘了对他的爱，便会忘了对师父的恨。你只会记得你是奉师命去接近他，夺取混沌珠。你对他所说所做的一切都只是计策，全都是虚情假意。从此以后，你我师徒便再无芥蒂。只有这样，为师才会留下你的性命。我不喝。灵儿，师父真的是为你好。爱上人族有害无益，人心最为复杂，最为多变。今日可能对你温言软语，明日就会翻脸无情，甚至将你欺若敝履，痛下杀手。师父真的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桑琪，你爱过人吗？他伤害了你是不是？20年前，你断了一臂，是因为谁？闭嘴！可是桑琪，你受过骗，受过伤，却依然不愿意喝下悟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愿意忘了他给过你的那点温暖，哪怕可能是假的。我也不愿意。
无心一旦入口，便再无挽回的余地。你和那谢雪晨终将要成为敌人。穆玄灵，半日时光是看不懂人间的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雍雪城弟子穆玄灵护阵。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今夜，我好像看到真正的人间了。谢雪晨。反正有你在我身边，日月盈昃，宇宙洪荒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不要走！公子，公子，你醒了。穆玄灵呢？穆玄灵呢？我本是来给你送药的，没想到竟遇到丧气袭城。我赶到时，你身边唯有这把折扇。至于穆姑娘，听仙盟所言，她已被丧气带走，谢城主也未能拦下。你知道得而复失的感觉吗？原来他真的是我的梦中之人，可我却没能将他护下。得而复失，人间至汉，其中的苦楚，我自能体会。那既然故人与梦中人为同一人，公子有何打算？曾有3次，我想护下他，却都失之交臂。第一次在少年时，我想要带他离开明月山庄，终未能如愿。第2次在仙盟审判时，我为他布好了瑰丽阵法，欲带他逃脱，可到最后都没有派上用场。这一次，丧气来袭，我以为我终能将他护下，可到头来一败涂地。你说，若这就是命数，为何要我和他的牵绊如此之深？他既是我的故人，又是我的梦中之人。
冥冥中，我只觉得自己就该守他，该护他。谢雪晨呢？他如何了？身受重伤，一直昏迷着。师兄，行了，多谢南庄主愿舍运秀骨枝为城主入药。他是如何被桑琪带走的？城主，这穆玄灵随桑琪离去，便是背弃雍雪城，当断则断。看人，插旗关系。我知道穆玄灵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没有背叛雍雪城，他只是在用他的办法，给我一个可以心安理得抛下他，去拯救人族的理由，而我，也真的任由他落入桑琪的手中，终究是我亏欠的。师兄，城主，长老，燕童。你们去通知各派，我已无大碍。去吧。是。那师兄，你记得把汤药喝了。若你拼尽全力，本可以拦下桑琪，留住他的，对吗？可是你并没有这么做，谢雪晨，你悔吗？我曾经问过苍长老，一人、百人、万人的性命该如何衡量，如何取舍？父亲所担心的事情就像一道魔咒一样，我不断的反抗，不断的质疑。时至今日，它还是发生了。到头来，我还是做出了那样的选择。与穆玄灵相逢至今，满篇亏欠。你我在意的不同，结果却是一样。你因责任无法救他，而我因示弱救不得他。到头来承受所有伤痛的，便只有他一人。如今他仍旧在暗域，你我也都知道，到底该怎么做。公子，谢城主可好？服了你带来的骨枝，也无大碍。凤瑶，你可以为我去死吗？可以。那你爱我吗？
不爱。所以他也一样。桑启来袭之时，他以性命救我，可救的不过也只是一个故友罢了，才误其他。早就该知道了。不，其实你一直都知道。是啊，我一直都知道，只是贪恋那一点相见的时光，沉溺在了萦绕多年的梦里。可他明明爱他，为什么为了成全他，宁可反目决裂，才不相见呢？冯瑶，爱究竟是什么呀？公子问错人了。这个问题，只怕我比你更不清楚。若真是全然不懂，那也便就好了。